壊れそうなほど強く抱きしめ合えたらこの胸の中のときめき忘れられない。影片开始之前，请先帮我点个赞啦！看完影片有喜欢可以帮我订阅、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哦。还有，帮我动动手指，在留言处往左滑，热推一下我的影片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双人许，欢迎回到我的频道。9周的第2天，我们规划了汤布院一日游。一早我们就先被远方的浓雾美景惊艳，望过去的山景搭配上浓雾，真的就像一幅画。一早看到这样的风景，心情就非常好。首先第一站，我们先来到金陵湖吃早餐。天井战夫是一间评价很高的咖啡厅，就位在龟井别庄里面。内部空间保留日式的风格，空间不算大，但座位很宽敞，是可以让人静下心来好好品味窗外风景的那一种。天井战夫的低消是一个人必须点1份餐点或饮品，有提供特色咖啡、甜点、早午餐沙拉套餐、炸猪排三明治、鸭肉三明治等等的选择。菜单只有日文跟英文，也没有图片哦。首先点了一份猪排三明治，猪排厚度已经跟吐司一般厚，用的是大分在地的景允豚，肉质油嫩有弹性。店家很贴心的把三明治切成了几块，吃起来不沾手。另外还点了一份鸭肉三明治，鸭肉款是采用全麦三明治，颜色比较深，吐司烤得非常酥脆，中间约莫有4块切块的烟熏鸭肉，搭配上蛮多的生菜，看上去也是很好吃的感觉。它本身猪排的咸度很够，再加上我真的觉得他们的吐司烤得很酥脆，我觉得很厉害耶。真的要一个人点一份，像我们这样share，我会觉得有点不满足。对，猪排是算是说炸过之后，外面有裹一层酱，所以说它的咸度跟香气都还蛮够的。另外我们点的这个鸭的，也不是说不好吃，我觉得也蛮好吃的，只是说因为它的鸭里面是冷的，有点像那种烟熏鸭胸肉的感觉，口感上你会觉得，外面热热，里面冷冷的感觉啦。我觉得这个鸭胸会比较适合夏天吃，这个的鸭胸就比较美式。然后猪排三明治比较日式，所以我觉得在这附近想要吃个比较精致的早餐，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选择。天井战夫楼下有一间土产店可以逛，里面卖的东西很多元，举凡像是吃的、佐料、调味料、生活用品等等，种类非常多，而且质感真的都很日系，比较不是外面会看到那一种特产店的商品。如果是有想要送礼的，这家可以挑到蛮不错的商品哦。由于天井战夫就在金陵湖畔旁边，刚好车也可以停在这个停车场，吃饱就可以直接步行到金陵湖。金陵湖是汤布院人气景点之一，湖边步道总长约400公尺，湖的四面环绕着蓊郁绿林。后方不远处就是苍翠的山峰游步岳，也因为位在游步岳山脚下，金陵湖最早被当地称为月本之池。这一片晨雾美景真的是整个心情都会平静下来，非常放松。沿着湖边步道往下走，就会来到天主神社。是紧邻着金陵湖南边的小神社，供奉着天主神。天主神社最大的看点，也就是这一个耸立在金陵湖上的鸟居，与静谧湖面跟周边苍翠树林共织而成的景色，充满了难以言喻的神秘感。这里也被称为是游步院的能量景点之一哦。天主神社还有一个很可爱的求签，与其他神社不同的是，它是投入100日元就会掉出御神签。虽然少了摇签的过程，但也是蛮有趣的。有来到天主神社的朋友可以体验看看哦。逛完金陵湖，我们就往商店街的方向，没错，就要继续来吃吃喝喝咯。这间位在金陵湖附近的金泉堂，最有名的就是黑糖炸馒头，有不同数量的组合，下排都是原味的组合，上排是一半原味一半柚子口味。这次我们就买了最少数量3入的来吃吃看。3入的其中有2颗是原味，1颗是柚子口味。这家黑糖馒头跟平常台湾会吃到的不太一样，
外层是黑糖面皮，是炸过的，所以质地是硬的、酥脆的感觉，中间包裹着红豆粒馅。一口咬下就可以感受到浓郁的红豆味。另一款柚子口味，吃的时候会有一点凤梨酥的错觉，柚子的香气也是在一口咬下马上就会接收到，是很清爽的一款馒头。另外在柜上我们还看到这个超可爱的 Monaca， 外皮做成像是招财猫的样子，馅料采用北海道红豆及核桃，是一款很可爱的果子。好好吃，很推荐的，而且建议2个口味都试吃，原味跟它的应该是柚子。觉得让我很惊艳的是它的这个外皮，它的外皮是认真的那种酥脆，像饼干的感觉，然后那个黑糖的香气非常的够，炸银丝卷的感觉，就是外面是很酥脆的，然后里面是松软。这红豆馅跟这个柚子馅，我都觉得不会太甜，就是跟外皮的黑糖搭配的非常刚好。真的，我跟你讲，因为它有效期的问题，不然买一大盒回台湾吃，这个超赞。对，因为它效期就是一个周，被咬过一半的头的招财猫，试试看。我觉得有点像个果子的感觉，核果子，核果子的感觉，但是做的比较大份。我觉得他们家的红豆是真的蛮不一样的，不是我们常见想象得到那种很甜的红豆，微糖的感觉。比起来我还是觉得黑糖炸馒头比较厉害。这个真的是因为我们觉得它很可爱啦，所以就想买一个来吃吃看。但是真的黑糖馒头必买。沿着商店街继续往下走，沿途的风景真的很美，蓝天白云搭配上游步月山景，真的会忍不住停下来多拍几张照。如果再早1周来，应该可以看到满山的枫叶风景。在汤之平街道第1站，我们先来到汤布院昭和馆，是以昭和时代为主题的博物馆，重现了昭和时代的复古场景。参观是要门票的，成人是1400日币。大家如果有想去的话，可以先看看官网的图片，有没有兴趣，再决定要不要进去哦。比较想分享的是昭和馆外面的商店。右边这家是专卖复古糖果饼干的店，就会很像我们小时候国小后门旁边的杂货店，会有很多充满儿时回忆的零食小玩具。左边这间我真的疯掉，里面就是卖很多复古卡通周边的店，当然也是蛮多是垃圾的啦，但真的都太可爱了。而且会逛到很多真的是很久没有看到的卡通角色们。不过这间的价格都偏高哦，毕竟这边是观光区啦，就提供给大家参考咯。如果是喜欢猫咪的朋友们，这家猫屋你肯定会尖叫，整家店充满了各种猫咪的商品。而且这间的老板很用心，你可以在这边找到很多猫咪相关角色的卡通周边商品，从娃娃、杯盘、吊饰、包包等等，真的是一个不小心荷包就会大失血的那种。当然有猫屋，怎么少得了狗屋？没错，正对面就是了。我只能说这个老板真的很会做生意啊。狗屋也是有很多狗狗相关的商品，品项种类也是很多元。不过我觉得跟猫屋的东西比起来，这里比较没有这么丰富。看到比较特别的就是这个用品种分类的狗狗衣服，我觉得很可爱。汤之平街道可以说是汤布院最热闹的老街，两旁的日式杂货、甜点美食、礼物纪念品选择真的超多，加上充满昭和感的建筑，逛起来非常有日式风情。这家吉武是专卖炸鸡的店，他们家的炸鸡连续好几年获得炸鸡协会的金赏肯定。这次就买了一份非常有特色的炸鸡皮以及柚子胡椒炸鸡块来吃吃看。我觉得吃起来没有鸡皮味，可是蛮香的，那个鸡油的味道蛮香的，我觉得还蛮好吃的，就是可以买一个当成小点心吃，可是它蛮油的哦，你可以看看我的嘴唇，就是都是油。就真的有柚子味，蛮香的，鸡肉也蛮嫩的。然后因为它不是走那种很重的炸皮，所以它的炸皮吃起来蛮清爽的。这个口味的皮是薄的，另外一个是很酥的那一种。这个我蛮喜欢的，这蛮好吃的。但是我觉得它柚子的那个清香点缀的蛮好的。在吉武炸鸡斜对面就有这家 Yuzuko， 是一间甘酒专卖店。甘酒是一个用白米制作的甘甜饮品，自古以来就深受日本人喜爱。虽然名叫甘酒，但它只有非常微量的酒精浓度。这家的甘酒都是现点现做，可以热饮或冷饮。天冷的时候来上一杯真的很暖心。有来汤之平街道，一定要买上一杯来喝喝看。如
果你跟我们一样很喜欢买日本调味料的朋友，这家汤布院酱油屋一定要来逛逛。他们拒绝添加化学缩短酿造时间，坚持遵循古法酿造的酱油，深受日本人的喜爱。除了酱油之外，他们也有特制的七味粉。我真的超爱买日本各地的七味粉，每一个地方的都会有一些不同的风味。另外，我们还有看到这个酱油鲜贝，看起来就很好吃的感觉，之后也会开箱跟大家分享。另外，这家店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商品，就是酱油布丁。是不是很难想象酱油怎么跟布丁结合？布丁走一个很绵密的质地，底层确实可以看到一层酱油，但不用太担心，它是甜味的酱油。我先说，我觉得它很神秘。它第一口一签吃进去的时候是基本布丁的味道，后面会一直跑出酱油。那个酱油微微，它不是很咸的酱油，微微的咸咸的那种酱油味会跑出来，有很奇妙层次的布丁。当初在做功课的时候，就查到这间专卖特色团子，跟一般常见的团子不同，而是帮团子做了很浮夸的造型，每一种造型都是不同的口味，可以说是一间创意团子店。如果要内用，就是要戴上手套，小心拿取，放在小盘子上去结账就可以咯。这次就点了一个抹茶团子来吃吃看，团子的上面铺上一层厚厚的抹茶泥，光是视觉上看就有点舍不得吃它。扎实很 Q 的团子底底，上面的抹茶馅有一点微微的苦哦，它比较不是走很甜路线的抹茶，团子很有嚼劲，但是它的团子就是很有嚼劲，可是没有什么味道，它主要的味道都是跟它的那个抹茶馅配在一起。那团子表现还不错，我蛮喜欢的。就这样边吃边逛，一路往由布院车站的方向走，沿途经过这家很特别的店。那天我们也只是经过，想说路边怎么挤了很多人，原来是一间专卖烤蟹肉棒的店。认真一看，喂，这个蟹肉棒也太大太粗了吧，看起来蛮好吃的感觉，就想说买一份来吃吃看。烤过的蟹肉棒上面还淋上美乃滋，一口咬下，其实满满的都是美乃滋的味道，吃起来其实就是正常的蟹肉棒啦，没有到超特别就是了。这家 Delato 在由布院车站附近，是一间抹茶意式冰淇淋专卖店。光是抹茶冰淇淋就有1到5倍的浓度，可以依照自己的喜欢程度选择淡到浓。除了抹茶口味，店铺还有提供焙茶、玉露、煎茶、玄米茶等等多种茶味的选择。我们这次就点了3倍的抹茶冰淇淋，颜色真的有够绿的。由于是 Gelato， 雪糕的质地是比较黏的，近闻其实就可以闻到抹茶的香气，还是没有到非常的苦，对，它还是带有一点的甜味，然后苦劲是微微的，会从后面尾韵跑出来。对，我觉得它的冰淇淋的那个质地是很绵密的那一种，它的质地本身是我觉得好吃的质地，但是绿的真的有点恐怖，就是了。紧接着我们就一路往回走，因为我们的车就停在早上吃早餐的停车场。下午时分的汤之平街道人潮淡去许多，逛起来也更舒服一些。汤布院花桂村园区不大，主要有商店、动物喂食区，但这里比较特别的还是重现英国克兹霍尔德地区的街道，暖黄色墙壁的童话建筑是蛮有欧洲风情的。园区不大，商店卖的东西大多是收藏品居多，小小的很快就会逛完。基本上我觉得这里偏无聊，有来的话是可以特别绕进来看一眼就好啦。逛了一整天也是蛮累的，在汤之平街道最后一站，我们来这家竹汤咖啡厅休息一下。把竹汤跟咖啡厅结合的概念真的是很体恤我们这种观光客。这里的消费是单人单次1500日元，费用包含一杯饮品及一份甜点、毛巾。而且重点是这里泡竹汤是没有限时的，真的走了一整天，终于可以坐下来喝杯咖啡，让双脚休息的感觉真的很赞。重点是我觉得这里的竹汤环境很舒服，地板或是坐着的地方都不会湿湿的，而且水都很干净，不是那种脏脏的水，真的是可以很放松。
如果有来的朋友真的可以来休息一下，泡完之后会感觉整个脚变得很轻松哦。汤布院的最后一站，我们来吃这家拉面室。入店之后，先用食券机点餐，点餐界面是有中文的，所以不用太担心。他们家主打豚骨拉面，可以单点，也可以选择套餐。套餐会多了煎饺跟叉烧冻饭。首先我们点的特色豚骨拉面，看看这个铺满一整碗的叉烧是不是看起来很好吃？汤是豚骨汤，但不是浓稠款。是一款带有清爽却香醇的豚骨汤底，面条是细面，硬度比较高，是可以咬到面心的那一种，面体的口感是蛮不错的。特色豚骨拉面的叉烧约有6片，它不是走厚款的，叉烧的肥油分布也比较多。另外一款辣味版本，佐料跟刚刚差不多，但是在同样的汤底加入了辣味噌，汤头除了原本的香醇的豚骨味，又多了一丝的呛辣味。喜欢吃辣的应该会蛮喜欢这一款的。我觉得汤底是我喜欢的，我点的这个辣的版本，喜欢吃辣的你真的要点辣的，因为是蛮辣的，就是蛮爽的辣。我觉得它一到偏中辣等级，可是它的汤底是我很喜欢的那种豚骨，对，豚骨有一栏的味道，因为是细面，然后带有一点硬度，所以蛮爽。不过我必须说，我觉得它的叉烧就是油脂的部分会偏油，或瘦的部分我觉得有一点柴。我觉得可能油的地方太多，所以会有一点点腻。叉烧沾那个辣的吃会比较爽一点，对，比较顺口。因为原味的话会偏腻。下一次如果有再来的话，我会想要试试看浓厚味噌的拉面，我觉得应该会蛮好的。下一集我们要持续往南走，继续探访九州南部有什么好玩的地方。这次可是一天跑了5个景点，其中有3个被列为九州必去的 Power Spa 能量景点，真的都很美，所以请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哦。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订阅、按赞，并且开小铃铛，我也会持续分享国内外好玩好拍的景点以及好吃的美食哦。也可以追踪我的 IG 看更多美食旅游的分享，我们下集见，拜拜。